3、2、1，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怎么理解超越班的超越这2个字。我觉得无限超越班是让参赛的选手超越他们自己，都是可以超越的，就在这里可以发挥他最能够发挥的才华。我当然希望看到真正从内心喜欢表演艺术的演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能够在他身上看到光，你能不能打开他这扇门？作为演员，你还是要去表现自己。本来演戏就要享受表演，我告诉你，最好就把一个人物角色吃透了。即便这个过程是折磨的，最后一定会是创造艺术的礼物。只要你有情怀，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足够的向上学习的刻苦精神，什么时候出发都是可以的，无限年龄，无限时空。我叫甘望星，然后今年26岁，比较出圈的一部竖屏短剧《三番官》，跟于英老师一起演的。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英，今年我27岁，演过60部短剧。哇塞！哇，坐哪儿？坐这呗。哎，我没想到今天这么热哎，我穿了秋。挺暖和的，你穿秋裤了啊？争霸总不穿秋裤好不好？假的，我是假的。我叫姚冠宇，今年29周岁，是演员，然后歌手。大部分可能是什么样的角色？霸总嘛。Hello， 大家好，我叫吴天豪，今年25岁，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短国地理专业户。你今年都多久没宠幸我了？快来看我吧，无限超越班等你哦。嗨 ，Hello， 嗨，哇，你们两个好面熟啊！好面熟啊！哇，天哪，第一次见面了，家人。跟他们经常在一些活动里有见面，有一种亲切感嘛。天哪，咱们几个先进来了，结果，哎呀，可紧张了。主要是我觉得我们进来这大家都熟人，我就觉得还是他好像还挺紧张的，不说话，有点挨，我挺挨的。嗨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牛正威。我虽然是科班毕业，但是我演的戏其实并不多，所以想在演员这个身份上深造一下。我叫张可盈，是一个演员，真正开始拍戏也有8年的时间了。大家好，我叫朱美琪，今年28岁。大家知道我应该是从《喜人奇妙夜》，是美女喜剧。参见夜莺，平生。好漂亮！多多指教。Hello， 我看过你的短剧，超喜欢。真的？你乖乖，我已经看是好高啊！你这么高啊？85。哇，你真的这么高？对，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真的这么高？这么瘦的，天哪！我有点社恐。先坐吧，先坐。他们让我们坐蓝色，哎，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分成两个队吗？对，分成2个。Hello， 哎呦 ，Hello， 老师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今年已经入行36年了。我发过很多的广东专辑，拍过超过60部电视剧加电影。本人叫刘璇，年龄45，多元身份，就是大家认知的是奥运冠军、演员、歌手、主持人。璇姐我就很惊讶，我没想到刘璇老师，我知道她是一名体操冠军。我们坐那边。哎，你们都坐这边。哦，我们是第一个坐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前辈老师。前辈，对，前辈。哦，用年纪分的。我们的年纪稍微的那个。我们坐。好。为什么分了2组？什么原因呢？分2组，不是男女。他可能是按年纪来分的，不会是年纪大的跟那个年轻的对垒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硕，然后我是一名唱跳歌手。那你作为演员呢？没有，就是零嘛。我也想试一下成为这个演员的潜力有多少吧。我想成为演员。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你好。好。哎，你坐哪一边？我坐这边。这边。哎，请坐，请坐。我刚刚就是知道他。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美美，今年18岁，自媒体博主。大家好，我是演员文格格，97年生，从业呢今年已经是第9年了，拍了有100多部短剧作品。我叫黄婷婷，今年34岁，现在在做演员，入行今年是第13年。Hello， 大家好，你好，我们是 AVB 组，是吗？你们现在就组 CP 了是吗？AVB 组，我们 AVB 组，你怎么过去了？不是，他让我做这头。哦，你做黄色哦。他们有分配，但是我们猜不到为什么怎样去分配。你知道他是在网上特别红的一个，就是应该怎么说你是？我模仿对吧？模仿，我是小的时候模仿然后火的。嗯，对。第1名是那个王思雨，平常没看见你有这么大运功的。挺厉害的，一般都是觉得挺喜欢的，然后喜欢我的都是很多，让我来说就是妈妈粉儿、姐姐粉儿。我可选钟美美了，她都长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不是我怎么有一种看着她长大的感觉？哦，对，我老刷到你的视频，特别好玩。你怎么不戴那个眼镜的？你好冒昧啊！就他是吗 ？Hello， 大家好，我叫开思源，今年22岁，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刘大月，今年29岁，是一名短视频剧情演绎类的创作者。嗨，大家好，我是黄艺昕，43岁，我的身份是一名演员，网络组合后剩男生里面去出道的。我一种肌肉训练了，就可能我隔一段时间我不做，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是不是得来一下了？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浩维，我觉得《庆余年》算是我的代表作，已经有1年半没有任何工作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元硕，然后戏约我都3年没有接到了。大家好，我是谢依霖，1990年出生的，我在《小时代》里面饰演的是唐宛如，出道即巅峰。大家好。大家好，老师好，老师好，他们都是那边的，是过来这边的吗？对，我们的年纪，按年纪分。没有啊，弟弟吧？这里冠军是他。元硕，哎，你怎么混到年轻人的组里？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使劲凑过来坐一会儿。没事，张主见啊。这是什么个规律分的？不知道哎。他现在这种分组跟后面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要这样分？也许有吧。是小考，还是他们是跨界吗？不是啊，那我师哥呀，他不可能跨界。对呀。我们是中灯。有中灯，他们是，我没说什么东西，我没说，杀一个车，我没说，口出狂言。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铁柱，来自吉林长春，在长春动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我今年27岁。观众朋友们给我一个亲切的爱称叫雪饼猴。哇，猴哥啊，雪饼猴，我太喜欢你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好，雪饼猴，雪饼猴老师了。我就坐边上了，我这给摘下来。哦，坐。你们不坐，不好意思。没事，快坐。哎，你再坐，慢点。你没事。他有点看不清，可能。没事，我把这个摘下来吧。摘下来会好一点了。啊，
这就摘，摘的也快，这么多东西原来。其实我长得还是挺帅的。快坐，快坐，快坐，快坐。猴哥老刷到你，哎呦，谢谢，真的老刷到的，谢谢，谢谢。我之前抖音经常刷到他在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在模东北吧仿的，是吗？他就是在长春动植物园，在主区里的 NPC 和 NPC， 我之前实遭到就是当地文旅那个部门跟他合作，给他送饺子吃。哦，酷。对，我做计划了。哇！哎，他们那边比咱们这边人多吧？他们那边3排，咱们2排。啊，还真是，还有很多人，后面一大排，还有差不多10几20部，10几20个。那接下来的人基本上就是坐在我们这个区域的。我叫上新月，然后我入行4年了。大家好，我叫江真宇，今年29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演员。我叫胡嘉欣，今年23岁，我已经从业9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辛浩江，今年30岁了，17年进入到的这行。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志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立鹏，今年38岁，我代表作就是《甄嬛传》里的那个3阿哥红石。大家好，我叫刘海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从业年限今年刚好是第10个年头。我是演员冯建宇，我入行已经11年了。我叫王宇歌，从业应该是有10年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演员苏琪，今年22岁，入行快2年了。大家好，我叫许静雅，《满江红》里的蓝玉是我的第1个角色。哎呀，姐姐，我来拥抱你了！参见夜莺大人。哎呦我，夜莺大人，不会这边都是已婚？我们是儿童。已婚与儿童组。这边是家庭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我的儿子。可以。哎呀 ，Hello， 老师 ，Hello， 看你的节目，看了吗？可喜欢。那你怎么没有参见夜莺啊？参见夜莺，专业。我昨天刚学会的，我才知道那个梗是什么。你才知道？对，我是不知，我就完全。我还是看了你的《边水往事》的，是哎，叫什么？那角色？毛盼。哦，我知道了。对上号了，全对上。我也看您的戏，老师。老师，咱们还合作过，您忘了是吧？你们之前认识？我们俩10年前参加过一个综艺。对，10年前，那是哪年啊？16年。16年。10年前，10年前，真的是10年前。我的妈呀！10年一个轮回，我们又回来了。回炉重造。对啊，我们就是要这样。那个青少年区已经坐满了。你们那边坐满了吗？对了，坐满了。坐满了。好像是。是的，坐满了。哦。来喽！哇！哎呦，老师好，老师好。啊，老前辈。Hello，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今年是47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概就是《流星花园》还有《楚留香》。很明显要来这边了吧？很明显的是这个，只有那边有位置啊。我们这边是亲子区啊，亲子区，这么和谐吗？老师您往没事，我坐边边就好。你很害羞。你好。Hello， 老师好。Hello。坐。好多俊男美女。好了，中灯们坐下。老师保养的很好。对，保养的真很好。我们 F4 的《流星花园》，朱孝天，流星雨，你不知道吗？你没看过《流星花园》？没。那你是哪一年？我03的。那03的那可能没有看过，00年左右好像。那我还没出生。对，你还没有觉得超级火，超火。F4。还有人呢？还有。对呀。不是昨天我们一起的吗？对。哦，我以为你在演，原来你是真的忘了。哦，那个很长的嘛。很长的。所以我们是按身高进场吗？我是演员熊黛林，从业26年，做演员的话18年，我是差不多快2年没有演戏了。
因为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嘛，适合我的角色也是越来越少了。我来这里更多的是想要有演戏的机会。哇，大美女！哦，你好，欢迎欢迎，我们这一对。哦，那我坐这里喽。对，好了，谢谢谢谢，坐吧坐吧坐吧。好。坐吧坐吧，别这样别这样。好高啊，好羡慕，女神呀，巨高。那这样子你们的分区是怎么样？我们是亲子区。这个已经认了那个儿子了，这个已经他是我的儿子，我不能动他。你会难受吗？坐在我们中间，好像两边都是紧张吗？比你大那么多，有点，有点紧张。你有小名吗？就是朋友怎么叫你？硕硕。朋友叫我硕哥。硕哥，硕哥是吗？那我们叫你硕哥，你会难受吗？我不会难受，他有配得习惯了。好，叫硕哥。硕哥，硕哥你好。硕哥平常有做运动吗？你那么瘦啊？有健身，但是最近没有。健身的哦，他一般都唱歌跳舞就健身了。我们好像几个审讯，对，就是我们证件拿出来检查，这一圈围着他，左一个右一个，都是这么在看着他。哎，我们这边一圈加起来几百岁。我们是100岁团，5个100岁团，我笑出眼泪来了。这边应该还有一个位置，还有一个位置。哦，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一位，还有谁？还有谁？大家好，好久不见，又是我曾志伟了。好，那我们马上请出我们这届的无限监制吴镇宇老师，郝丽老师 ，Hello， 刘涛老师。哇塞，郝蕾好帅啊！何世飞老师 ，Hello， 欢迎刘晓庆老师，刘晓庆老师 ，Hello， 欢迎，哦呦，潇洒，好可爱。还有我们表演督导李成儒老师，哇塞，他出现了，我好紧张啊！希望我不要被他如坐针毡，如芒似奔。现在呢，我们第4季的艺员马上就要开始精彩的比拼了。怎么比呢？其实今年有非常多的不一样。这一季我们有很多的升级。首先，我们这一次的艺员的人数，哇，升级了很多。这次差不多快40人了。但是40多人很可能第一集过完就不见了一半了，对。第一集过完就不见了一半了，对。不见一半了，加油！妈呀，手心出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你们那儿分了2个区域，左边的是就业区的艺员，他们近1-2年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一些影视的拍摄，而右边则是待业区的艺员，他们近些年来鲜少有影视作品的拍摄。哦，我最近也是在拍的是。那你是？对，那就这么。然后本季的入班名额是有限的，只有通过考核的艺员才能获得进入无限超越班学习的机会，这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季我们将启动更加紧张刺激的模式，开启第1次入班考核，艺员们将分为不同组次进行比拼，每组有1个入班名额。我选。我没有想要选。此外，6名监制，每人手中还有1个额外推荐名额，将在面试考核结束后发放给青睐的艺员。非常清楚了啊！好，来我们请出第一组的学员，直接就来了。我手机冒泡了，我是要蹦出来。第一组的2位朋友是。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
啊，第一组的2位朋友是王格格和谢依霖，有请。有请。有就业的，有待业的。对，哪一个是就业，哪一个待业的呢？待会请他自己介绍一下就知道了啊。大家好，我是谢依霖。演员这行其实挺刺激的，总是充满着未知和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幕迎来的是高光，还是重新开始。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包守护，不管这一幕是晋级还是告别，总有一份守护相伴左右。那我有什么好怕的？走好每一步，演好这一幕。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导师好，我是演员王格格。我从事短剧行业已经第8年了，拍了有100多部短剧作品。各位监制好，我是谢依霖。然后我目前在内地的影视作品里面已经待业7年了，所以今天来找工作。他都找工作，没问题啊。看看今天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好，来王哥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好的好的。各位监制老师好。短剧演员，我是18年开始入行，刚开始拍摄的是广告短片，从19年开始就拍摄短剧了。因为短剧是在西安兴起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然后刚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拍。但当时市场上全都是男频，从23年年初开始有女频，我这一年大概拍摄了快60部左右的短剧。60，到已经300天了，就天天在拍啊。对，是一个无缝的状态。什么叫女频？对不起，我刚才就想问。女主视角展开的故事。哦。25年我就开始慢下节奏，然后我觉得我要好好挑剧本。然后25年它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有很多文旅剧，然后还有很多非遗剧。慢慢的进入这个好的有价值的这个内容状态了。这个是我早期拍摄的短剧的画面，这个是去年拍的。服化道、灯光还有它的构图，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对，看起来比之前的要有质感。早期拍摄的短剧的衣服，整部戏女主可能只有1、2套，像现在定妆就得1、2天。它会根据你不同的人物的职业，然后不同阶段，它会适配的头发呀、衣服、妆容。也就是说，现在制作的质量在提高，对，是吗？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拍了这么多年的短剧，你觉得短剧给你带来的收获和困惑是什么？我觉得收获就是自我上面的一些成长。我感觉我是被这个行业一步一步推着走到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预想过我可以做到现在这样。困惑目前还没有，我觉得要走一步看一步，还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一个状态。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突破的出路之类的呢？我可能是想要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拍摄，长剧也好，然后更好的短剧制作也好。那别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给你呢？那我也不知道，可能要看我努力吧。不是，你来是干嘛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来这里上发展长剧这个赛道是吧？还是你来晒你的成绩单给我们看？你来想什么？我自我不是很认可吧？就我来就是学习，就是犯错。就我希望就有这么多厉害的监制老师在，然后我肯定是能获得专业知识上面的提升。就学多一点，回去再贡献给短剧的内容是吧？贡献给表演，
哦，对，你的脸型是非常适合上镜头的。也许有一些表演的天赋，但是是否会塑造人物那是两回事儿，要看看你下面的表现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来，依林。大家好，我是谢依霖。那我就开始我的介绍。我是怎么出道的呢？就是当1秒爆红变哥哥。哇！我当时的回忆回来了。对啊 ，hold 住啊，就是这样子。我都看到过啊，真的吗？谢谢，我的荣幸，我的荣幸。我就是靠这种很夸张、很浮夸这个表演呢，当时被瞬间很多人都发现，知道我是谁。但是观众是非常残酷的，你在1年以内，马上大家就腻了。结果黔驴技穷的我呢，就跑到了节目上去卸妆，完全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非常普通的一个女生。在刚好这个节目这一集就被当时的小时代的导演他看到了，很奇怪的我跟非常平凡普通的我结合在一起，很符合他内心唐宛如这个角色。然后我就从综艺咖当当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咖，我就从 hold 住姐变成亿万票房的以棒姐。小时代1、2、3、4，总共接近18个亿的票房。老师音乐，还真的有。小声的，哇！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好，老师停。再播下去，你就要付钱了，就是这样子。我就开始演电影了，然后大丰收。不止丰收了我的很好的好朋友，还跟我的女神一起拍了撒娇女人最好命。最后在2013年到2018年，噔电视电影综艺就是这样。可是这个时候，2018年一场意外发生了，我怀孕了。然后我暂停了我的所有的演艺工作。有一个前辈跟我说，演艺圈就是一条绳子，一旦你放手了呢，就会立刻有人取代你的位置。所以很多人都说，你在还不错的时候，你就选择了放手，你会后悔吗？我的答案是，当妈好难，我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可是在这个之后呢，我觉得我有个礼物那就是我理解了我妈妈。我原本跟她是有很多的心结的，可是在成为妈妈之后，我就发现，我放下了这些东西，这就是演员啊，演员就是靠成为，然后理解，最后爱上。然后我觉得现在我找回对家人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在这边我想找回对表演的热爱，就是这样。这个好好。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小孩还真的觉得我不想工作了，就是他们上一次我回去，然后管他嘛，你要吃饭，你要睡觉，你要干嘛？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回来的日子就是很糟的日子。”我就觉得好，那我去工作，然后我也要让她看看找到自己的我是什么样，就这样。我很想给你一阵掌声。啊，谢谢老师。你能够用那么轻松的表情来表达你的一生，很难的。重新再站起来不容易的，所以你可能因为再走下去的话，孩子因为这个节目了解了你。哦，对啊，那慢慢来吧，总会很多东西会化解的。所以希望你能够过了我们这好几关了，成为我们班里面的成员啊！我非常希望，非常希望。因为我跟你聊几句吧，好不好？我对你相对比较了解，对，因为我们在另外一档表演类的节目，我们也有合作过。就是我看到你分在了待业组，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待业，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综艺的。有的。其实我特别认为你适合搞脱口秀。脱口秀。或者是另外一档那个喜剧节目。你们两个都拒绝他来当演员，你看。老师留我吧，求你们。我们只是说更适合。没事，看表演嘛。看表演啊，看表演吧。好的。出题目。
我们现在的考题是2位演员参加同一场试镜，其中一位获得机会，另一位怀疑他利用关系得到这个机会，2个人在后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我们商量一下。啊，你们商量一下。就我在房间，然后来中。前面也是很 OK 的，就是我们第一组还是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临场发挥并不是我擅长的，就硬着头皮上啊，先做了再说。好，来，预备，开始。哎，学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你最近真的太爆火了，怎么刷都是你，太厉害了。就一部剧嘛。哎，你怎么在这儿？我今天以为，就是今天是我，所以我才来。先坐。什么本来？其实我觉得 OK 啦，就是没差，只是我是觉得蛮扯的。就大家不是都知道这个，我前面谈蛮久了，那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不看新闻的啊？我真的不知道，最近这么忙，哪有时间看新闻？而且学姐，我们之前关系那么好，你还记得我们关系好？学姐，我必须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正式的渠道参加了面试，然后得到了这个机会。你是正式的渠道？对啊。那什么意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OK。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就是如果是我会做这种事情吗？就是这我做什么了呀？我什么都没有做呀。这是。好，我的错，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抢你的角色，好吗？可以吗？你要不要去上工啊？换你了。好，可以了。哎呦，我觉得王格格还是回到你的短剧赛道吧，该演短剧还演短剧去。谢依霖呢，我还是那个建议，你真的特别适合脱口秀。谢谢老师。就2个人都没有一刻是真正交流起来呀。他本来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吵起来的，就没有利用这个。就是我做什么了呀？我什么都没有做呀。这是王格格想发力的时候，谢依霖有不接上去，就没接。对，谢依霖放。然后王格格就是一开始，你知道他来找你是要来吵架的吗？但是为什么一站起来，哎呀，师姐，感觉好像已经知道了一样。哦，怎么正常嘛？哎，师姐你好，哎，你也来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无限超越班的苦，每个人都要超级的头脑，马上就能够想好这个剧本是比较困难的。难。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刚刚能够做到，你把你自己的人生放在你现在这个角色，你就可以表现了。比如说，你教练请我试着，你不知道我已经迷戏演很久了吗？我家有2个孩子，你还跟我抢？我够惨了吗？你知不知道啊？你还300天的剧，对不对 ？OK。就可以用你们所有人生的对白填进去嘛？矛盾点不够，就是表演概念的错误，就是演戏不是演呐，而是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里边和人物关系里面嘛。哦天哪，我的妈呀！那打分吧，看看谁留下。谁留下？残酷二选一。
OK， 对我来讲呢，其实在两个这个头发表演的话呢，其实是差不多。因为其实如果光两个自我介绍了，我一定是选依林的。谢谢老师。但是因为可能你好几年没有在演出，头脑会慢一点，突然就创作一些演绎的东西的时候，你还要在思考的时候就完了。那些东西马上出来了，所以在对戏的时候打平了。一个是0-0，一个是1-0，所以要1比0的话，我是选你的。谢谢老师。我觉得谢依霖还是可以留下来创作一下自己。谢谢老师。但是你也不是说不可以，我们再慢慢寻找感觉哈。好的，好的。我觉得呢，我看了你们俩的这个小片段啊，我呢反正是没选你们俩。两个都走好像不行吧？可以啊，因为也有两个都好，两个一块留下的。对，也可以，也可以吧？哎呀，他们现在在问必须2选1了。天哪！太严格了吧？我不选，我也不选，我也不选，我不选，我也不选啊，嗯，我也没有想要选任何一个人留下，那就已经4比3了。对对，好。什么？两个人都没签名，没选。我什么意思啊？2个都没选，这么残酷。好，你们俩可以离场。待命。好的，好的，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不要走啊，因为有可能会复活的。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老师。大家好，老师好。我知道现在大家情绪都很紧张啊，千万不要因为紧张的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发挥。我们这一季的无限超越班是守护成长季，而且我们这一季来了一位新朋友，就是我们的马宇宝。哎，马宇宝，你们知道马宇宝吗？听过。马医保呢，它不是一家保险公司，而是支付宝上帮助大家选购优质保险的一个平台。像医疗险呀、储蓄型的保险，包括车险、宠物险、意外险，在马医保上都有。好多险种啊，听上去好头大。对呀，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保险，才会有了我们的蚂蚁保。大家都会觉得保险很难懂，但是在我们的支付宝上，只要你搜蚂蚁保，蚂蚁保会通过非常专业的比较，帮助你在市场的产品当中选择更适合你和家人的好保险。哇，那我一会儿就上支付宝去搜一下蚂蚁保，正好最近想给自己买一份医疗险。这一次呢，蚂蚁保呢也给学员们准备了一份超级贴心的大礼包，来给大家看一下。每个人都可以领一个大礼包，方便你们一会儿跑组用。哎，这是什么？蚂蚁保送卡？这意思是可以直接保送吗？这个我们后续再揭晓。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面试，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来，下一组厉害了。下一组是一个喜王组，喜王组什么意思？喜王组，那美极了吧？哦，不是，不是吗？是喜王组还是死王组？死王组。首先，我们要有请剧本封神、全网等更5年的《庆余年》太子的扮演者张浩为。有请席卷海外的舞偶天花板《陈情令》的蓝氏家主蓝曦臣、刘海宽。下一位是台词刻进 DNA 的国民神剧《甄嬛传》里3阿哥的扮演者武力鹏。有请偶像剧开山之作，风靡全亚洲的《流星花园》的西门朱孝天。好，4个男神站在一块，这一组我们真是难选。好，喂，你先介绍自己吧，好不好？好的。 3位就先往旁边站。好。老师们好，我是演员张浩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我是出演了《庆余年》的系列，第1部和第2部都饰演的是太子李承乾。这是几个《庆余年》中的经典画面。2024年8月，是我人生的最低谷。当时出演完《庆余年2》，
也是在我这个事业的我个人的最好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新闻。我被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发小给坑了，一个造谣诽谤的案件，原因是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个财务纠纷，因为我的性格也是比较直那种，我有很多事我可能接受不了，我就选择了诉讼，然后得罪了人，也是没有跟小时候的朋友积极的沟通，后来他用 AI 合成和假的聊天记录去造谣诽谤了我，然后直接让我的事业一落千丈。哎，说一下诉讼结果怎么样？诉讼结果在这里，是我的民事判决书，我是胜诉的。然后维权整个花了1年零7个月的时间，非常的漫长。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一个工作都没有的，也没有接到任何通告。这个是当时一个损失吧，一个汇总。因为确实不管怎么样，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了剧组的损失，我当时就把该赔的和片酬都退回去了。所以跟咱们那个综艺接触的时候，老师也问我有过多少个作品，我说30多个，但是具体数字我说不清，因为有一些作品是把我的脸换掉的。对，然后还有一个作品没有播，我是听说已经换掉了，要准备播，但是我又听说我的判决结果出来了，他们有在考虑把我再换回来正常播出。哦，所以具体的数字我也说不太清楚。哦，对，哇，这个，对啊，你又造谣，有这个，这是别人信了就信啊，然后最后你又回来，他们就已经不爱你。所以这个 AI 有好有坏哈。现代科技是好的，但是要用在正当的地方，不能犯法。哎，我去年也是这样，用我以前的采访的录像，他们做减肥广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弄去。好，我们继续好了。然后这1年半，我基本上就做这3件事：维权、散步和遛狗。我觉得我现在掌握了一个技能，就是我不内耗。这个特别重要。我刚才在下面忽然想到一个点，就是维权、散步、遛狗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演戏。以前我是在剧组演戏，但是我出事之后，我变成了给我爸妈演戏。我发现其实我爸妈根本在乎的不是我的事业发展的好不好，他们其实更多的在乎的是我的心情好不好，我的身体好不好。那我要积极的去彰显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生活状态，他们就放心了。就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会尽可能表现自己很开心。然后我醒了之后，我在我的房间里调整好状态，我来到客厅了以后，我就开始给我爸妈大放厥词，放心吧，一定可以的。去用我的情绪，让他们觉得，我儿子没有问题。我是2、3个月之前拿到这个判决结果之后呢，我觉得总要有第一步迈出去，所以我特别感谢无限超越班这个平台。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我给我爸妈吹出去的牛，我圆回来了。感谢大家。好，现在有个考题，就是你经历了那个舆情的风波，被证明清白之后呢，你的事业就是没有马上能恢复过来。我们假设《庆余年》的剧组答应给你一个试戏的机会，那我们导师就是制片人跟导演。你就跟我们争取一下吧。好，准备开始。哎，志伟哥，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都是好朋友。来干嘛？我是在网上看到咱们那个3不是要开拍了吗？对呀，对。老师，那个这个判决书您看了吧？老师，我之前不是演的太子吗？我还是想演那个太子这个角色，但是可是浩维特别抱歉，因为你这个判决书刚刚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已经选了别人啊。你要不要试试那个其他的？
对，不一定只演这一个角色，对啊吧？对啊，可以试试吗？老师，我是没问题啊，但是网友他会觉得就是没事，您说怎么演我就可以，那就来。老师，我刚才我问那个副导演，我说今天如果试戏有没有剧本，他跟我说没有剧本，然后所以你有一个那个，那你演过2年，他没准备好啊，他不是你那演过2年的《庆余年》，那太子你有剧本吗？你演太子？比如说太子现在你在演的话，你觉得你这1年多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第3季你再演的话，有什么变化？行了，那就没有剧本，就是我就。或者你希望谁配合你？好，老师，能像以前一样，给我一段戏，或者是给我一个题目让我去演吗？因为这次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其实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然后我一直在给副导演要剧本，他说没有。现在是在演还是没在演？在演。我觉得他在演了，可能导师没觉得他在演，是吧？监制可能觉得想让他演细节，就是感觉有点让你牵着走。没走，你得把戏进行下去，你得让戏剧往下走。现在是没走。要不你以前有太子的剧本，你记得哪一场戏你演一下吗？我看看你的功力还在不在。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演过太子，你太子里边最精彩的一段戏，你现在给我展现一下，看看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功力和能力。我们现在缺个演太监的，你看看，要不然你给我们表演一段太监怎么样？也 OK 啊。好，老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太监？然后从哪儿来？然后那是你设计的。哇，这些你自己设置。我现在有点懵，加油啊！他脑袋慌，他懵了一个，真懵，这会儿懵了。就一下就懵掉了，可能就是太久没有面对那么多人和镜头了，所以确实有一些不适应。我明白，老师，抱歉啊，可能是搁置太久了，就。你不争取，吴老师一笑，我就更害怕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他这1年半以来，其实确实没有工作，然后让他其实自信心也受到了挺多打击，然后没有状态，现在就对，因为我感觉他以前是一个蛮自信的人，对他以前很自信，能现在感觉到自信。但是他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就蛮受到打击的一个状态，明显看到。好看。你为什么演一个不争取的人呢？我刚才就是想，就是说，其实可能剧组不打算用我了，我一直在追问这个剧本的事儿，然后副导演也没有给我。你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临场反应没学过吗？对吧？你可以多一句台词，你说没有剧本吗？我谁不是拿到剧本了吗？谁不是拿不到剧本了？事实证明是有剧本的，你没拿到剧本，你就能判断剧组对你的态度其实是不让你演了。你要这样子嘛？所以这就是演员现场的主动性，你要把戏剧带到你想要的这个方向去。是这样，对于你的这段
就太糟糕的、太惨的经历啊，我们都是能感受到的，太唏嘘了。就是虽然你的官司赢了，但是你的能量也被这件事情拿走了大部分。希望你找回来，好吗？好的，老师。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的眼神里面没有光。对，就是可能你过去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已经让你很坚强，但也很疲累。但是你真的需要更强，因为你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喜欢你那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但是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你太温了，温到让人觉得你没有了能量。你的眼神里面那种散的那种光一点都没有了。我觉得你可能更需要的去重塑自己的那种信念和信心，要让自己比你经历的要更强。你现在要强起来，要不然很难。明白，老师。真的。好，我们就下一位吧。下一位，好不好？好，请坐。好。这位就是刘海宽。到。就是这样的圈子。监制老师们好，我的名字叫刘海宽，就是刘海很宽，就刘海宽了。刘海宽。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这是刚好我出道的第10个年头。《陈情令》里面蓝曦臣这个角色呢，也是影响了我很多，直到现在过了很多年，这个标签还在我身上。那有些人就会说，刘海宽你天天《陈情令》蓝曦臣。不炒冷饭的吗？但我想说的是，即使这个是冷饭，它也是我自己炒的饭。我觉得一个演员，他这个一生当中能有一个被大家记住的角色，已经很幸运了。这么多年呢，我大大小小可能拍了20-30部作品，但是我最后给自己总结了一个外号，叫“爹系男主”。这个爹呢，他不是爸爸妈妈、父母那个爹，他是跌倒的跌。陈情令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我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主动选择权，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是一个优质股。那应该变成红色，不能是绿色哎。绿色是跌股，这不往下跌吗？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爹系男主，所以我是一个爹系的优质股但是呢，我相信我的基本面我觉得我的现在演员生涯虽然没有很久，但是我觉得是涨跌。现在我正处在低位震荡的状态，特别适合老师们还有观众们。慢慢建仓，然后满仓我不会再跌了，没得再低。就是我虽然没有红起来，我虽然是在低位震荡，但是我还没有退市，我依旧处在这个非常我热爱的行业里面。所以我希望通过《无限超越班》这个舞台，能让老师们多指导我，然后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和前辈们多多的看到我有这么一个刘海很宽的演员，叫刘海宽。谢谢老师们。好。你平时玩股票的？这个真懂，要不然他不会拿这隐喻。不是，就是会略懂一些，然后平时会稍微关注一些贵金属之类的事情。金属，好可爱。听说你很想跟我们刘晓庆老师一块演戏是吧？对。嘿，现在就是刘老师坐在这里了，你想尽方法去求老师跟你一块去演戏。就是我特别想让小庆姐演我的女朋友。那你喜欢我当哪一种女朋友？做您自己，尽情的把您自己的展示给我。哎呦，大胆，厉害的，给他点厉害的，给我力量。你先说词。好，小庆啊。来，你在我心里是非常明亮的一颗星，那你在我心里，我先笑一阵儿，先笑够了，你再往下演。啊，你先笑，来。
我需要站起来吗？不用，不用，就坐好，坐好。哎，谢谢男朋友，谢谢。我觉得我像哈雷彗星一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一直给别人，包括我，都是一种大女主的感觉。我希望有一瞬间，您可以当我哪怕2分钟的大女主，可以吗？那我需要，跪在你面前，你帮我扶起来。不用，我跪过来。跪过来，越来越近了。我要这个公主一点。好。哇。老师们，我想和小青老师演一段，大概是他等了我很多年，然后我回来看他了的一个段落。我是你的女朋友，不，反正不是老婆，对吧？对，不是。然后你就走了。对，然后我又回来了。多久回来的？30年。来吧。好。好啊。那个可以把我外套啥的拿一个。来，我有外套，来。谢谢老师。谢谢。他穿得了吗？那么小。不是，他不用我不穿。道具。好，预备，开始。小青。我没想到你还住在我们的老房子里面。你是谁？刘海宽啊，你忘了吗？刘海宽，好像恍惚之间是有这么一个名字。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个是你送我的项链，好像是看见过。你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在芙蓉镇看星星的时候，我说你是我眼中最亮的一颗星。我问你，在你眼中我是什么？你说我是扫把星。这么难听的话我不会说的。你认错人了吧？我没有认错，否则我不可能开这个家的门。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我不是机器人。我不相信你走这么远。我真的不是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啊！这个东西会送给机器人吗？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呦！我30年没见你凶我。对呀，前面都不重要，但是你凶我。幸好你走了这么久，不然我现在不知道变成啥样。对不起，因为我真的很让我悲伤一会儿。小青，那个照片上那个人是谁？戴红帽子那个，虽说看着挺年轻的。你结婚了是吗？没有。我走这30年，你结婚了是不是？你结婚了吗？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会等我。脾气了，脾气了。我受不了了，太好笑了。哎呀！抱歉，抱歉。我没有效果，一直在发脾气。可是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回来。可是你结婚了，又发脾气，第4次发脾气了。对不起。哇塞，
好，小姐，你可以温柔一点嘛。你坐好。30年不见了。对呀，给人爱骂了4次了你。哎呀，不行了，我都快笑哭了。他就是我自己戴着红帽子去滑雪，挂了一张照片在那儿。那我其实有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否结婚了，我都想告诉你。这张卡是我出完任务得到的一笔奖金。啊。以后的日子，我来陪你，我们一起开一个店。开个什么店？那我们在芙蓉镇里开一个豆腐房。好，可以。你叫刘晓庆，我叫刘海宽，那就叫双流豆腐店。开在四川。好，可以。好，可以了，行。哎，太棒了！我觉得啊，你这个示范真的是很经典。为什么？因为老是等一个人回来就上映，但你问了一句多少年？30年就好。我30年就不认得他。我肯定是不认识。相隔30年，就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的反应，就是其他演员可能没你这个，但是跟你发了4次脾气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海宽，我会觉得你如果做朋友的话，你是一个像傻憨憨一样的孩子，就是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如果说作为演员，你在接戏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很多让我不敢想象你是真的表演学院出来的演员。因为你在接戏的时候，就是你不管是从语气语调上啊、体态上啊、情绪上，没有任何丝毫的变化，没有任何丝毫的感情，没有任何丝毫的表演。其实我是挺失望的。我的问题。对，我会觉得和我想象中的差距有点太大了。刘凯宽其实是，但是你跟小信者的时候，你没有跟他互动啊，你就在你的剧本，你就只是你很急把你的剧本想抖出来。抱歉老师，抱歉老师。好，那就下一位。下一位啊，下一位。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来，朱孝天。各位老师好，我是朱孝天，祖籍南京，出生在台湾省，今年47岁，然后我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拍过戏。哎呀，曾经戏剧对我来说是一个游戏，第一次入戏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妙的缘分，是跟您的女儿曾宝仪，然后后来我就参与了《流星花园》，后来也参与了很多电视啊、电影的一些演出，但是在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入戏的快感。我其实很努力，我很想在戏上面有一些建树，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因为公司是对我们有掌控的。其实当时有一部琼瑶的剧找上来，我看完剧本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去演反一，但是是被拒绝的。公司唯一的理由就是你还有商业价值，你没有必要去参与。于是10年的合约里面，我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我自己真正心仪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那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因为同质化的角色不断的涌上来，霸道总裁、过气明星、富二代，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当我终于结束了合约之后，我觉得我自由了，我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呢，我毅然决然地搬到北京来，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报考了表演系。我是技教学院，因为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学了2年多的表演。在这中间，其实我真的找到了我对表演的热忱。然后就在我觉得后面我可以再做得更好的时候，噩耗传来了，我发病了。我的免疫系统会攻击我自己，于是我的身材开始变形，然后我的精力也不像以前了，我没有办法再去面对剧组这样子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于是我基本上放弃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转去做自媒体。这几年做的其实还不错，我也慢慢的把身体调整回来了，我非常感谢现代医学。在自媒体的领域里面有一个赛道叫短剧，这个是我接下来会要去接触到的一个赛道，但是我觉得我要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发现过了10年的时间，我已经非常生疏了，我现在连词都背不住。然后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透过各位老师的指点，可以帮助我再重新打磨一下，重新唤醒一下我对戏剧的热忱，我对戏剧的这个技巧上的一个觉醒，然后让我能够更好的面对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谢谢老师。夏天，因为我们2个都合作过嘛，是，所以刚刚你讲的有些事情，我是没有在接触你这以后，我是不理解的。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哎呀，找我的人就是演这些，其实我不喜欢演，你为什么这样子？既然你对这个行业有热爱的话，怎么你会排斥去演任何一个角色呢？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戏剧生涯里面，我的感悟是，人不是只有阳光面的，人性还有很多阴暗面的地方，甚至是说我们在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应该用这个角色的一个表现去判定他是善是恶。但是我所接触所有的东西，他没有给我机会去表现出这些我对人性的体验。永远是这个女生过来摔倒了，你搂她一下，2个这么对视就爱上了。然后所以我常常会在剧组里面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有时候还会挺懒惰的，比如说有一张床，然后导演会为了少拍一个特写，不去把这个床拉出来，把镜头架在里面。这个都是我在现场会跟导演有一些的争论点。我觉得这就不是戏啊，你所有东西都在简化，所有东西都在同质化，你只是为了要把这东西赶出来。导演说你会不会想太远？我说可是这不就是事实吗？我先说一句啊，我想大家肯定有很多感受，我其实听了他很感动。我们其实真的是很想保持尊重戏剧本身，尊重艺术、表演艺术，尊重这个自己的情绪付出，因为我们是以自己的情绪付出作为一个劳动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大家承认我们这个艺术创造的结果的，所以不能够苟同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情节的构造，甚至于这种泛滥着低俗价值的这样一些内容，我非常认同它要有选择。我哪怕没有钱赚，我也应该有自己的坚定的立场态度。这个戏剧本身它是承载着非常多的信息的，它是有文化导向的。那作为我们演员本身，就是我把控我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能够起到怎样的一种互动，体现我的价值，就是要有正确的选择嘛。没有钱怎么着？不可能离开表演我就饿死的，不合适的角色我就不选吗？你看现在的短剧，你看我现在刚才是写了几句的，你看很多内容就是嫁入豪门即成功啊，什么霸道总裁，什么强制什么亲吻，类似这种啊，有彻底恶劣的这种危险引导青少年这种价值的这种台词，这种情节反反复复出现。我不是说所有短剧都是不好的，不是说载体就是能够决定优劣的。
好的短剧也可以是好作品，长的剧几千万上亿的作品，电影也可以是烂东西。但是很多短剧现在是面临着一些问题啊，需要大家去警觉了，去改变了。所以我们每个演员有责任去做。谢谢你。何老师别激动，我相信透过这个《无限超越班》的这个节目播出，大家会有所改变。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但是如果按你们的规则，我们这个行业就不用生存了。因为你先听我说，肯定有幼稚园、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生，但是从哪来的呢？短剧培养一批演员，这批演员如果有抱负，他就去长剧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一个生态的问题，你不能让很多人为了理想去失业没有生活，不可能。那不对，吴老师，我要跟你持不同的意见。我懂你意思，但是你要做到金字塔顶那批人，但是我们要从金字塔上面爬上去，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达成我们最金字塔顶这个目标。但是我觉得我同意，但是形式没关系，我说的是内容。我现在声明，不是说短剧不好，我是说很多或者有些短剧这些内容上面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不是，郝老师啊，你那个是观众的问题，口味是观众的问题。你不给他看，他就不会看到这些呀。制作的人他可以有这个把控的。好，对。同意这个。那来吧，我们开始小考了。下一位，我们有请吴立鹏。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演员吴立鹏。首先先辛苦大家看一个就是有点粗糙的一个小视频。我是谁？皇上，3阿哥又长高了，又长高了，长高了，又长高了，这太高了，3阿哥这么大了，好魔性啊！这就是我最红的角色，我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比这个红，所以就是对我而言就是出道即巅峰。因为3阿哥这个角色，因为《甄嬛传》长期的受大家的关注，所以我就一直会有，网友在二创我的这个角色，然后会一直被大家讨论。我也很感恩这个，包括我来这个节目，我如果没演过3阿哥，以我这种水平，可能他们也不会让我来。我呢，就是这些年就一直在工作，16年，然后我拍了许许多多的作品，就是这些，都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喜欢。但是我自己都很肯定这些，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作品。我就是这样一直在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雄心壮志。我其实很不好意思这样讲，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想要冲，但是我要诚实一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完了，这个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拍了一个叫《长江图》的电影，然后在10年前去了一次柏林电影节，去看了看外头。然后就埋下了一个影帝的梦，就想当影帝，特别想当影帝。我为什么喊呢？是因为这些年可能自己进步的没有那么快，我把这个梦藏起来了，它还在，但是我不跟别人讲。可能就想假装谦虚，想假装自己就是没有很在乎。但是去年因为我这个电影是跟那个辛芷蕾老师一起演的，然后他拿了影后，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好像这个火苗又重新点起来了，像发神经一样，就想喊一喊说，其实我也有这个梦想，是我的一个目标。我还会一直努力的拍戏，努力的工作，然后我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我想当影帝。来。其实有梦想一定是好事，对吧？有目标，我们才因为目标而行动起来嘛，对吧？但是路径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对呀，那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你这2个，你刚才说的《甄嬛传》也好，《长江图》也好，你应该感谢你的运气。是的。
我实在是没有通过这2个作品看到你成为影帝的实力。因为《甄嬛传》它是一个大热剧，一直到今天都有人在讨论，对吧？你在一个等于它像一个好的平台一样的嘛，所有这个《甄嬛传》里边的演员，因为这部剧的红而都被关注到，对吧？这不能证明你在那里边演技很好。那么第2个就更有趣了，《长江图》是杨超导演的作品，他是你的老师吧？对。对啊。所以他找了你，对吧？他不认识我，我是石井市场的。好，那最起码他也是你们学校的老师。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当中是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的吧？是的。对，所以说没问题，就可以有那个愿望。所以路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只是喊口号，要喊口号大家都可以喊啊。不是你平常做什么的呢？你平常喜欢做什么？除了拍戏之外是吧？我就是看看电影，然后健身，其余的时间就是跟朋友见面，待着。看什么电影啊？我看就是比较杂，就是我看哪个好，被大家热议，可能就看了。我觉得这样会培养不了一个好的演员了，因为没有思考的。对，您说的非常对，思考是一部分。没有一个表演是为了得影帝，我们只能对观众负责任。因为如果你能打动观众、打动评委的时候，奖自然会交到你手上。我是希望自己能首先自信，然后来到这里，因为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我的破绽，我就说，可以来被打碎，被提意见。好的。来，咱们看一下你的实力能不能配得上你的野心哦。你知道自信和自负是2个词啊，你是太自负，但是又真让你来的时候，你又缺少自信。对不起，老师，我不太知道我哪里表现错了，让您觉得我自负。可怕就在这儿，听你前面说又不争吧，又不抢吧，后来我就要喊口号吧，你现在就要当影帝，这不是喊出来的。我刚才确实演得很不好，我很对不起自己，也很对不起各位。对，你看吧。但是其实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我说完之后我被问懵了。我刚刚确实我连题目我可能都没有听明白，我确实是演得非常差，是我的心理素质的问题。我因为前面跟各位老师聊天，我感觉我被误解了。我们没有误解任何。首先，我刚才重复了我对你的问题，对吗？然后其次，振宇哥跟你聊的时候还说你喜欢看什么电影。你作为一个想做影帝的演员，你都回答不出来你喜欢哪一类的电影，你也没有回答你喜欢哪个演员，为什么？他演了什么戏？对不对？哪个桥段，或者是他演的哪一个角色是你应该去学习的，你都没有。一个演员应该先享受在自己的工作里，而不是一直想着我要去拿影帝，对不对？你都不在当下去享受自己创造的这个角色，你怎么拿影帝？这不是空谈吗？对不对啊？对。来，请3位也站在中间来。我说2句吧，可能要扫你们的兴。对你们4个人的表演，我觉得就是看不到亮点。刘海宽跟这吴立恒2个人，这个没有戏。任何一个题目给你们，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你们2人之间的那种情感呐，那种矛盾呐，对吧？都没有，跟那磨磨唧唧。张浩维是吧？还有朱孝天，就是基本功的问题都欠缺。要严格的说，4个都不够格。我觉得你们4个人都有抱负。那我觉得有点太残酷。
要严格的说，4个都不够格。我和李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纵然我们是一个守护成长季，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的一个期待。我们是演员，我们要展现演员的风姿、演员的专业，而不是取悦于谁。所以我实话说，我会有点遗憾。如果你要问我，我其实和您是一样的。我4个人，我其实都没有觉得他值得。我是等待，我没有想要选。我觉得你们4个人都有抱负，4个人都要把这个抛开，完全来跟我们融在一起。所以你问我，其实我4个都不选。但我赞成4个都不选。OK 啊，不选也 OK。我不选，好不好？我赞成。好吧。但我觉得有点太残酷了。就如果说如果4个都不选的话，那可能这次的机会4个人就都没有。其实最后我们还是要选学员的。如果学员不够的话，我们还会开会再讨论，把哪些再拿回来呢？让我们把机会给后面的学员嘛。好的。好。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决定，就暂时这一组我们就4个人不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些偶像的艺员，其实他们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沉淀之后，也有一些阅历的积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偶像转型演员的黄婷婷和秦牛正威他们的表演怎么样？欢迎两位。好，有请2位。老师们好，老师好。好，那我先开始。老师们好，我叫秦牛正威，来自河南南阳，然后这是我的基本资料。我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虽然我是科班出身的，不过很多人认识我是通过唱跳节目。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梗，叫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不一定需要糖和玫瑰，还有什么有音乐？因为我的说唱像朗诵，就是我不会说唱，但是我唱得很认真，网友们就会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其实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得到了一种飞升。那个时候呢，我在电影学院刚刚读大2，碰到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我的第1部电视剧也很荣幸的参加到了《亲爱的爸妈》，在里面饰演的是闫妮老师还有王艳辉老师的女儿。后面也有陆陆续续的参与到一些网络作品，尝试了还蛮多不同风格的。然后我中间有大概暂停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以客串为主。在去年的时候，重新想要就是做好演员这个身份。为什么又停了又出来了呢？因为我谈恋爱去了。我那个时候就是恋爱脑疯狂生长，就是觉得需要一个人过来坚定的守护你。我当时觉得一段稳定的感情，演员的这种职业可能是聚少离多，或者经常会接触到新的人，有一些亲密戏，不利于感情发展。所以我当时决定，要不然我过日子去吧。但是呢，日子没有过下去，发现其实爱情就是镜花水月，靠不住。然后女孩子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有结婚吗？我当时订过婚。订了婚。对，但是后来我又结束了，没有结婚。然后有很多朋友他以为我已经结婚退圈了。这段关系还在吗？不在了，就是及时止损了。但是确实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我感觉我成长了不少。所以我希望来到这儿提升演技，然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谢谢老师。哎，对了，你这边有2个名字，一个是秦牛正威，一个是秦雨露，哪个是你的正名？为什么是改名呢？我的出生名字就叫秦牛正威，然后呢，秦雨露是我当时在恋爱期间改的这个名字，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恋爱期间，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为爱改名。其实我只是做了改名这件事情。很多人改名字是因为他说改自己的命运嘛，就是改了会更好嘛。其实我旁边那个振宇哥啊，他也改过名字。我改名就是因为我比较
常常用人家撞，还有那个就不够华丽，什么汤镇业啊，很华丽一点，我就是讲改一个振宇，对，震的宇宙。哇，要震的宇宙是振宇。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恋爱脑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还是个中性词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中性词。认真对待一段恋爱这个事情，它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因为恋爱这件事情去放弃了很多双方或者你个人能够变得更好的机会，这个做法可能不明智。所以我觉得就是都有吧。如果是一个做别的职业的女孩，恋爱脑可能是偏贬义词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恋爱脑很好啊，从生活中得到艺术的滋养，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创作的源泉是什么呢？老师，您的这个观点就是我当时自我安慰的。我觉得一切发生皆有利于一个演员的经历。同时，我觉得人就是有时候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的。不，这个重点在于你不能只是停留在恋爱里面啊，那可能是大家说的恋爱脑。就是你应该提取这些供养给你的营养，然后你把它利用出去，对吧？这才是艺术工作者的工作嘛。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和自己的私人经历。私人经历是创作的一个渠道，来源渠道，但不完全是。不要完全依托于我们一辈子要演很多角色，你难道都去体验吗？它来源是很多的，有书籍，有听的，有看的，有想象，有分析。它还是个演技，是靠各个综合的信息来分析到的。千万别听所有的人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能听一点点，好吗？你谈3段恋爱的，你会演3个不同的恋爱的，那你以后演50个呢？那你50个去谈的，谈死你了。好可爱，我好喜欢他，很真性情。可以现场演一段吗？演戏吗？还是就比方说你现在对我在一路繁花就这样考试过，就是你现在突然看到门口出现你的男朋友，怎么对待？出现了我的前男友还是现任呢？现任。哦，出现了我的现任，现在门口，在我们这里。好，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好。你怎么？老师们，那个我男朋友来看我，我能去跟他说句话吗？让他等会儿吧。好。不好意思，老师。还是演得比较很清楚的。谢谢老师。如果是我要来演的话，我就会这样。看懂我演的吗？叫男朋友进来坐下。就比你要剧烈一点。小青姐演得特别细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不是说恋爱脑吗？你应该突然就跑出去了，不顾一切，这才恋爱脑。对，老师，那是上个版本的我。我现在可能，对，我现在在滋生我的事业呢。演得太常规了，要人家想不到的一个情景。好的。好，下一位。好。各位老师们好，我是黄婷婷。然后我是13年入行的，我是13年成为了一名少女偶像团体，叫做 SH48。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吧。在团期间获得了1000万粉丝的喜爱，
可能大众对我现在的认知还是那个少女偶像团体的黄婷婷，所以我来无限超越班的目的之一，也是我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拍戏，我现在在做一个演员。然后这些年就其实围绕在我身上的一个话题，会大家问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团体，为什么要退团。我是13年到19年在这个团体里头，那个时候我已经接近28岁，27、28岁。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转型，但是当时的团体的定位还是少女偶像团体，它没办法根据我个人做出一些调整，所以在工作的选择和路线的规划上就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所以那个时候19年我就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解约，几乎是在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候停下了所有的工作，然后这一停了4年。到23年，算是这些纷争全部都解决完之后，我才开始正式做一名演员，就一直在拼命的试戏，各种跑组。这几年已经有了15部作品播出，后面我还准备了一些我的那个演戏片段。好，停！你还往哪跑啊？啊！你喜欢的是我是吧？你有病吧？那么中二的话，我早就忘了。你要干什么？我杀了他！我想要他死！哦，很好看了。因为大家对我的形象还停留在那个少女偶像的阶段，但其实我现在34了。我想告诉大家，我这些年有了一些经历，我长大了，我可以接一些不同样的角色了。30岁也拥有打破自己、重新再来的勇气。还有一个职业的小目标，也是希望像在座的老师一样，能拥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表角色、代表作。觉得吗？哎，很好，说的真好。就婷婷，你解约肯定是一件对你来讲非常大的事情。是的。就刚才我们看到，从那个偶像团体，然后到一个有质感的戏或者角色的表达，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决定，因为他就是那么样成长起来的。这是什么支撑着你？就是你勇敢的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就我刚入行，我其实是喜欢唱歌跳舞，然后是因为在团内接触到了演戏，开始喜欢上了表演。然后随着我年纪长大，我想要接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比如他结婚了，或者甚至他带一个孩子。但是这跟少女偶像团体那个定位是违背的，就是公司不会为我选择这样的角色。所以如果你演了这样的角色，然后粉丝们看见了，你害怕粉丝不喜欢你吗？不是我害怕，是公司的路线就有违背，他不会让我去。对，公司也不同意啊。是的，是的。其实看真人就觉得，哎，为什么又来一个偶像？但见到黄土地，我觉得很美丽，感觉很融入这个山水人性的美丽。我觉得你选择很好啊，决定不然要跳到广场舞嘛。其实。就30岁都不放你们走，还要少女团体干嘛？那他是聪明的，年龄到了应该不是偶像了吧？我不知道对偶像这个有年龄的约定吗？我觉得在内娱这个环境，其实大部分偶像到了一定年纪都面临着一个转型。没错，是的，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到太多类似idol， 然后转不过来的，他可能更大了，他都还有那个偶像包袱，所以就是说，你勇于做这个决定，你很棒，你很勇敢，选择是正确的，我觉得是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你跟公司解约4年，你是基本没有办法工作，那你怎么从这4年再出来的时候，你还能得到那么多那么好的机会呢？其实这4年，工作虽然停滞了，但是我一直有在试戏，只是聊到最后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会觉得，虽然你还挺适合的，但是他不想要冒这个风险，就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了。有一次是我已经在进组的火车上，然后可能当天也上了一个不太好的热搜，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讨论，然后就接到了剧组的电话说，哎，不好意思，你不用过来了，我们可以给你买回去的票。当下我其实觉得，我想去，我想去当面见到他们，见到导演，见到制片人，我再当面争取一下，所以还是去了那儿，结果也没有反转，就还是没用我。后来就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这4年间一直有在发生，我自己怎么调整过来的，就是我不停的去上各种各样的课，把自己排满，然后每次去试戏，我也当做是一次我向业内展示的机会。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在拍戏，虽然可能大家最后不用我，但是以后说不定有机会。韧性很强。我说句真实话可以吗？我觉得其实你不算通俗美学当中，特别我们中国的美学当中，你不算最漂亮的。我是偶像的时候，你唱唱跳跳业务很好。那你现在转型了，他也不能靠他的脸蛋。当你现在转型成演这种苦的，从内心出发，靠自己演技的，很棒。我觉得这张脸才适合做演员，你太漂亮，代表不了普通的人的生活。对的。你代表不了普通人，你太精致。她可塑性很强，也很可以漂亮，也可以不漂亮，是不是？好，谢谢老师。没错，所以演员挺重要的。你们觉得她有点像梅艳芳吗？从侧面看。小考吧。就你们的考题是2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女生，因一次背叛，多年不再联系，再次相见，想象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好吗？天哪，这很难，真的挺难的。这规定情境我听完我都懵。上3件，可以了吗？可以。好，来，预备，开始。好久不见。6、7年有吗？有。你来医院是？我体检。你在医院干嘛？哦，我看朋友。朋友哪个朋友？后来的一个新朋友。交了新朋友，蛮好。我蛮好，我就是没交到新朋友。这个还是我送你的。哦，那你随便找了一个首饰戴戴呗。其实我当年不是故意的。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不是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生气，我生气的是你对我的态度。你不相信我。可是当时你有很多细节没跟我说啊。我不想说，我懒得说了，我说了1遍你不信，我还要怎么跟你说？多说2遍不就好了吗？我们两个那么关系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多说2遍？现在这么多年了，给你打电话呀。我把你微信删了，我怎么打？我给你打不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黄婷婷，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过来拿一下。我陪你拿。
没事没事。来这里，过来拿一下。啊，你一个人来的吗？跟朋友。好，结果自己看一下，好吧？还需要更深入的检查。再去约号好吗？我们还有下面的病人。谢谢。让我看看。没事没事没事，体检嘛，体检有几个数据不正常，对，很正常。不是你这一圈都不正常。你给我一个，我看我去问医生。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一定要回来吧，我害怕，你别怕，我陪着你。停，可以了。真棒！很棒。我是觉得他们俩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从个头、从形象、从表演的能力，其实都是有发展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婷婷啊，我真的觉得你的戏可塑性很强，而且演的也很好。又到我们投票时间。好了，你现在选谁？选他。谢谢老师。我觉得他的路子可能比较宽，秦牛正威，就是我觉得形象很好。但你太理智了，你有一个框住了你的灵魂。他太冷静，我有点冷静了。但是我是喜欢你的表达的，我觉得你在介绍你自己什么的，我是喜欢的。但我从刚才的考核结果来说的话，我会选择黄婷婷。谢谢老师。你觉得谁？专业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他好一点。你们想去？你们想？对，我也是。都是。我认为黄婷婷还是可以的，她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她拍了不少戏，而且她比秦牛正威要开悟一些。其实很多演员，98%的演员演了一辈子戏都没开窍。我们4个都选王婷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第一个终于有一个了，好吧？恭喜！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小青也不错哦，你也不错，谢谢老师。我们先请牛正威离场，对，往这边走啊。好，谢谢。我没有觉得我输给别人，因为我的对手蛮强的，但我跟我自己比，我就是超越了我自己的。好，王婷婷，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恭喜你！来，王婷婷来领这一张，谢谢你。进入下一轮，转身，好，来。你就成为我们第一个进入我们无限少年班的成员了。第一个太难了。开心，超级开心。就虽然也那段表演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缺点，有很多不足，但是至少得到了导师的部分认可，还是觉得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有请下面一组张伦硕和熊黛宁上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包袱，我觉得我有很多可能。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除了身高之外，我还拥有我自己的演技。Hello， 大家好，来喽，来喽！各位监制们好。OK， 我先下个楼。Hello， 各位导师好，我是张伦硕。各位监制们好，我是熊黛林。张伦硕，你能再走一次出来看看给我看看？你再走一次。跟刚刚一样，再走一次，有没有？啊！哦，你刚刚垫出来是因为想跟他的高度一样是吧？哦。对，要不然就感觉有点尴尬。难怪他要走我后面。对，到这儿我就下楼了就。啊，踮脚了是吧？对呀，我说奇怪了，他怎么走路会这样子呢？难道钟丽缇喜欢这样？顺撇是吗？不是，他觉得自己有点矮，他踮着脚出来了。他们都在一个叫没工作组哎，待业组。待业组。对的。你待业多久了？我待业好几年了。好几年？就自从认识钟丽缇就不用工作是吧？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对，其实真的也是有难度，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好像不用工作，然后就不找我工作。其实我很想工作。那熊黛宁，你没工作就因为你嫁人呐，你去享受生活呀。其实如果说是工作的话，我现在在做直播，但是我是说是演艺的工作，演戏我是大概差不多2年没有演了，而且上一部戏还是跟郑宇监制一起演的。哦。对呀，我垫了几层那个鞋垫到我啊，脚疼啊。辛苦了，辛苦了。你不用垫，你不用垫，我这个高度我们能演个夫妻。真的吗？对，因为辛苦志伟监制了。就从头到尾都坐着，他没有站起来。好，那就开始自我介绍吧。好。那黛玲，你先休息一下。好的。来，伦硕。Hello， 各位导师好。然后我的名字叫做张伦硕，我身高1.82米，今年是44岁。首先呢，我是钟丽缇的老公，3个孩子的爸爸。这个为什么我一上来要这么介绍我自己呢？因为这几年新闻上、网络上对我很多的报道，大部分是围绕我的家庭，围绕我的老婆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我要面对的事情。在过去的5、6年吧，我上了差不多50多次的这个头条的热搜，但基本上都是关于家庭的生活的八卦的一种编排。然后就更离谱的呢，就是有一次我老婆直播的时候呢，粉丝非常的支持她、鼓励她，她就感动的哭了。当天晚上我就上热搜了，说我给她创造了一个悲惨的人生。但是好像很对味啊。有一些新闻一贴在这个人身上，突然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抠这个瓜。但为什么贴在你身上会那么对味？就我也是觉得，就是他们练了我一个很厚的心脏。但是我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是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而且不光是传说，还有了很多结果。我以为我永远不能够当演员了。当我出来当演员的时候，就碰到刘涛，然后当时我一说刘涛演公主，就该我说话，然后我就说公主，然后眼前都是所有的星星在乱飞，飞了以后来了10几遍，后来导演就说停，就是撤了，今天就收工。然后下来的时候他们讨厌，我们把它换了吧，这脑子都坏了。但是我仍然坚持在横店，因为那个时候我1分钱都没有，负债累累。于是我去跑龙套，
跑龙套就是你们在谈事儿，我在旁边站着，然后站着说拿水来，拿水来，50块钱一天，整整1年，我的外号叫横店第一漂。但是今天我仍然在这里，重写自己的人生，不怕从头再来。所以呢，因为你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就鼓励你不怕，谢谢。因为他们这样对你是帮助，对我也让你非常有名。谢谢老师。对。哎呀，来给你出个题吧。哎，好嘞。你的妻子病重病危，且失语，你到医院去看望她，跟她做最后的告别。我们请刘涛老师来给你配合。哦，好的，太好了。好久没出手了，刘涛老师。好久没出手了，一个病重的失语，没台词，脑子清楚说不出来。你在考我呢？对，不许你说话。我把口红擦一下，要不然影响人家看着我的那个情绪。对，你看，这就是专业演员的敬业。你看，这就是职业道德。好，你可以吗？这样斜靠着。我这样靠着吧，我这样靠着，你给我架子，这样架着不就行了？哦，来，是吧？对。来了。哎，你没睡啊？怎么样今天？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还是那么好看。哎，我看你这衣服，他们没给你整好吧？好，放松啊，一切都很好。我跟你讲啊，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啊。小宝他在夏令营也特别的开心，啊。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好看吗？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穿的都是特别有范儿？这不张敦硕同款吗？你不是喜欢张敦硕吗？你看，以后我跟你讲，你就别再说我邋遢了啊！以后你要记得，你老公也能帅一把，好不好？别说话，嘘。我给你看看小宝的那个视频，好不好？视频，哎，我那个手机在哪儿？我去找一下。小宝的视频，小宝在夏令营呢，特别好啊！别哭，我知道你想他了啊。给他看看他的视频，让他看一下。你看了吗，小宝？踢球呢，黑了点，对不对？你放心，高兴的不得了呢。我跟他说了，妈妈过几天就好了，他也放心啊。他也没有担心。变得越来越美啊！啊？睡吧，睡吧，睡吧，我的宝贝，睡吧，我的宝。好，可以了。非常棒，非常好，谢谢你，非常棒，好厉害我。哇，那个助演真的厉害。
高级主演。哎，这个是您的手机，里面有一张我们俩的合影，回头记得发给我。哎，你怎么打开手机的？直接点开拍照就可以了。哦，这样子啊？哎呀，我都不知道哎。他的设计很好，他起码一来就做悲剧好，就比那些老婆放心，状态还是放松的，但是你只停留在你的语言上。你的底蕴是要用你的欢乐压着你的悲伤，但是你好像底层没有太多那个。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差距什么呢？就你一进来已经知道，已经差不多时候了，说进来是悲伤的，但是反过来你不想看它，但是你转过来你要保持那种没事。哎，对，我喜欢的，对。做起来感觉没事，但是你知道行不行？所以进来的表情跟坐下来的表情是两样，这样观众就会晓得哦，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常常艺人的对白一根语气把它讲完是错的。我感觉你气色好一点了。我跟你讲啊，家里面一切事情都非常顺利，妈妈过几天就好了，她也放心。其实讲对白的语气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用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声音，这是完全两回事的。这戏跟声音一起才能带动观众啊。你只是睡着了的时候，情绪有点转变。张正硕，你到医院探望过病人吗？我去过，医院的病房门是有窗户的。对。但是他病危，你们指定说是在医院吗？好，病重病危到医院去探望。刚才说是在医院吗？当然说了。说了。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观察。但是我想说一句啊，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录制节目，要这些选手去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这么一点点时间准备，都是很难进入的。对。我们平时在演戏当中，要进入一种状态是要酝酿的。谁来跟我说话，我是很不开心的。马上就要进入的话，要演到我们眼中的标准是很难的。你这个观点不是理由。不，我认为是理由。那刘涛过去之后，他事先准备了吗？他为什么可以眼泪哗哗呢？因为他站在这个，他为什么可以？他为什么都能接受他呢？李老师，因为所以他关键是站在，因为所以是他太冷静了。因为所以是他站在了这个无限超越班，而不是刘涛老师，是他要成长，不是他要成长，这个就比出来了嘛，对不对？不，都是刘涛你不对，你就是演得太好了。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对。他表演的哪些不足，我们去给他提出来呀。我给他们，你现在认为我提出来的不对吗？对，那不得了吗？我肯定的，但是也要谅解他们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跟观众解释，不是跟你解释。不用跟观众。我当然要解释，为什么不解释？那要不然办无限超越班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如果说你给他准备在别的场所，可能他演得更好。是，他们也不容易，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是为了他们更好。对，他们来干嘛？就是来听我们这些人说这些的。太可爱了！老师，没有人敢跟你这么吵，也就是我跟你吵起来了。每一次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辩论啊，但是伦硕，你是一个上了4年大学表演系的本科毕业生，以及后面所有的学员不要乱鼓掌。我是一个表演老师，即兴表演是表演训练的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即兴表演完不成，对不起，就不是职业演员，好吗？说得好。老师们，我可以说2句吗？可以。
我认为，如果我的演技真的达到了像刘涛姐这样的水平，我可能在演偶像剧的时候就会一路在走。对的。所以我能来到这里，我就是首先承认自己的不足，我就是想来学习的。对。可能我觉得你就是太久没演了，我感觉到你的状态还是一个演员的状态的。我觉得你应该会的。好，谢谢。好了，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我上学时候就这样，演完戏就要把它搬走。哎呦！邢黛林来。好的。大家好，我是演员熊黛林。我入行26年，做演员18年。然后这是我的 PPT。我是1999年偶然间经过一个商场，那时候商场的门口是有模特在表演的，我就好奇的过去看了一眼，也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一眼，就被星探发掘，然后我就开始做模特了。然后我有个秀导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的外形是很适合去中国香港发展的，然后他就把我之前的香港经纪人介绍给我。2006年就正式的去中国香港去做模特了，一路也是非常顺利的。因为一过到去，然后大家真的很喜欢我的长相，就我非常多的工作蜂拥而来，就让我出名了，非常幸运。2008年就接到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女主角，非常幸运是《叶问》里面的张永成。打什么打呀？你当我们家是武馆的？这个我看过。慢慢，我真的就爱上演戏了，然后就拍了一些作品。人唔可以得外表噶，最緊要內涵。漂亮，真係唔係公主咧？咩係公主啫？但係我想知道點解你哋唔自己殺呢？這一身就拼了，待會就死。我現在緊張到會吐。我憑什麼給你答案？我憑什麼和這杯酒？你要抽我一杯，換一杯。哇，好感動，太美了，很好。大家都覺得這些是我的代表作，但是我覺得我沒有代表作，因為我理解的代表作是。大家一提到这个作品，他第一个时间是想到你，然后那个作品才能成为你的代表作，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叶问》是子丹的代表作，不是我的。但是我成为这部作品的其中一员，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珍惜。我已经快2年没有拍戏了，第一眼看过来就知道我的弊端是什么，就是太高了。就是太高了，每个人都觉得哇，你真的好高啊，然后没有其他东西再讲了。还有就是我的年龄，我45岁了，生过孩子，结了婚了，每个人都觉得，哎，你不用工作啦，你老公养你就好了。但是我在家里照顾了3年的孩子，我觉得我跟社会脱节了，然后天天在家里跟我老公吵架。然后我老公说呢，你出去工作吧，我喜欢以前的你，以前的你在台上你在发光。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要从零开始，做一个职场的新人，作为一个演员，新人演员，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去演戏？谢谢。好，很棒，没问题。但是不能45岁就说你没有机会了，还早得很嘛。对，因为我的起点太高了，然后很多人找我演戏，他不敢找我演配角。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多失落，本来有个机会的，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不会演短剧，大家觉得我不会演配角，就不敢来找我。所以我今天也是很想跟大家说，无论是什么剧，无论是什么形式，无论是什么角色，只要有机会，我是可以的，我就会去做。这是对的，很正确。就好像说过去你是靠很多的运气，所以你机会找过来。现在我觉得你是在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你现在要寻找的是，除了运气之外，我还有的底气。那来吧，我们开始小考了。好，你要演一个长期被忽视与误解的妻子，然后向你的丈夫倾诉生活的压力，但是这位丈夫呢，却不断的指责你懒惰、别有用心，所以你经历了很多年的委屈与疲惫，让你彻底的爆发了，做出出走的决定。演我的丈夫。
你不是大志伟哥，志伟哥，来哇！哇！这个高度差不多，这个你一直坐着好了。好，拿个椅子来，拿个椅子来。志伟哥，你气场2.8米。我可以申请，我去换个鞋可以吗？因为我要做家务之类的。对，去吧去吧。我很快回来。可以了。来了。来，开始。我妈今天有打电话给我，说什么了？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那你说挺好就可以了吗？我说不出口。什么意思？我只是最近太累了。累什么？又不用上班累。哎，真是。这家里这么多事，不是事吗？做个饭，收拾家里房子，这也叫累吗？这不是每个女人都在做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累？我每天也在外面赚钱了，你还不满足啊？耶，又过关啦！哎，我刚刚上厕所，我还发现厕纸都没了。你在家里干嘛呢？真是。我在干嘛？别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我伺候你那么多年，你又来了。每天看你的眼色，你高兴的时候家里就很稳定，你不高兴的时候，全家人都战战兢兢的。我突然很想问你一句：凭什么你就能对我指手画脚？凭什么你就是一家之主？凭什么我就是免费的保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什么？我想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我不是一个保姆，我也不是一个人的附属品。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我在等你，等你哪一天能够看到我。可是你们从来没有。你干什么？你说的这件事情谁做都行，我不做了。又在唠。走去哪了？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离开这里，我不要再这样过了。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你还不是明天就回来？哎，女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好的。哦，来，不要这样子。谢谢。
我太矮了是吧？好有喜剧效果。哎呀，好吧，非常好，非常好。对不起，可能很好，很好。这个戏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在用气声，而且那个肢体很僵。但是刚好呢，你又是这样一个受气受了这么长时间压抑的那样一个人物。我真担心你一直是这样，那个就失败了。对。后来你那一下爆发，一下就层次就出来了。因为会想到头那几年我要在家里照顾孩子。2个小孩，24小时轮番轰炸我是处于一个疯癫状态的。对，但是我先生回来，我要压抑自己，我不能把我的负能量带给他，因为他出去他也很累，所以我就很有体会。我在家里就是要，我为了这个家好，我要忍，真的要沉下去。但是要爆的时候，就是不理解，那我肯定会爆。我选一个废蓝，废物一样的，特别棒演的，要这样子才让你有多点想象力。后面我希望你有变化的时候，我眼神才给你。我只能这样子。所以我就很谢谢志伟老师。志伟哥这个线条设计的真棒。实际上志伟哥真的很气人。就我觉得这种完全忽视、完全冷暴力的男性，真的应该滚出家。会有这样的人吗？当然，就是我认为那个委屈和愤怒，就是他根本不抬眼看你，那个能量应该从那个对手身上来。好，来，我们一起2位站在一块儿。很棒。张伦硕呢，就是你刚才的表演就是太理智了啊，太冷静了。希望你今后能够听进各位老师们的意见哈，也要多拍戏，争取出来。这个女演员呢，其实你的身高不是劣势，我倒认为其实是优势。第二，你的眼睛非常会演戏。那我这一分肯定是给熊黛林，我这一分就给你了。这一票我是给熊黛林，谢谢。伦硕呢，其实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但是呢，可能需要放掉一些任务，再用一些感受。是。人家老说节奏，但其实有些节奏是自己给自己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需要去找一找。那你们2个已经给到熊黛林了，我就给伦硕吧。谢谢何老师。演对手戏嘛，当然是给熊黛林了啊。谢谢谢谢。我这一票还是给熊黛林的啊。好，我这一票给熊黛林。谢谢。我可以投2个吗？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张伦硕他并没有准备，也没有给他酝酿的时间，一出来就变成这样，我觉得已经算很周到的了。我投他们2个，谢谢。谢谢。好，黛林，我们无限教育班的同学里面，你是其中一个成员了，恭喜你！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先生。伦硕，你都先休息一会。拜拜，拜拜。好，谢谢你，祝贺。来，熊黛林。谢谢，谢谢。我就感觉第一次面试成功了，就非常开心。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剩下的都不是问题了，只要我在这里就可以了。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好的，谢谢你，成为我们无限教育班其中一个成员。接下来出场的可是一山不容二猴啊！一山不容二猴，2个都做猴王了。孙悟空，这出请出殷凯、王铁柱上场。猴哥，加油！加油！
哎呦，来了来了！哇，好帅呀！大家好，我叫殷凯，是一名动作捕捉演员。来到这儿，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动捕演员也是会演戏的。哇哦！黑悟空和孙悟空。这一升几十斤。好有气势啊！一来就把我们镇住。嗯。哇，对手来了！哇哦！哎呦哇！哦，好像啊！给我扇凉了，我感冒了。太精彩了！两位到底谁是美猴王呢？这个是比较传统戏曲舞台上的美猴王，对，这个应该是黑悟空里边的造型哈。是的，老师。然后这一身衣服呢，就是他当中的主角天命人1:1还原的一套铠甲，大概的重量是在60斤左右。60斤？是的，哇！其实今天来到现场，我们小哥俩其实还想跟何老师合作一段。我们就是变一变，我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想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境。真假美猴王。我应该饰演什么角色呢？白骨精啊。嫦娥。白骨精。对。那我们对着看呗，对着看吧。行，好的。来吧，来吧。嘿嘿，你个妖怪，敢跟我去变个真假吧？啊！正合此意。哦，哎，嘿，这儿来个老太太。谁说老太太？重新来。啊！你没看见老太太？第一个出来是老太太。走下来。小姑娘，小姑娘。欣姐。你把真心话说出来是吧？我下来我揍你我。不好意思，老师。还没来得及变。我一会儿不投你的票。好你个妖怪！俺老孙看你满身的妖气，必定是妖精所变。你才是妖精！你是妖怪！你是妖怪！那不何妨，你去找个明白人给咱们变上一遍。正合此意。好。哎，这儿来个美女。来个美女，好笑。慢走。你是何人？有妖气。妖气？什么妖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路过这儿的可怜的老太太。刚才还是美女，变化得如此之快，还说不是妖怪。哎呀，齐天大圣啊，真是火眼金睛！老娘是千年不死的白骨
那你快给俺俩分辨个真假。看看你们俩，你是妖怪，谁是？他是妖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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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打一架吧，谁赢了，谁就是真的齐天大圣。妖怪，看吧，来吧，妖怪，来吧。好啦，别打了，我看你们俩呀都是真的。你。哦，这个老师好厉害呀！非常棒，太好了，很精彩。谢谢何赛飞老师，谢谢。都好。好，来你先休息一下，让我先来吧。好，谢谢。来，铁柱。王铁柱这名字很有力度。各位老师好，我叫王铁柱，来自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扮演齐天大圣孙悟空。观众朋友们给我一个亲切的爱称，叫雪饼猴。这次我来是想宣传我美丽的家乡北国春城粉雪之都，欢迎你们的光临。为啥叫雪饼猴？刚开始我在动物园的那个时候，无意间我看到了互联网上有一则新闻是6000块钱招聘，只压在5星山下，趴着负责吃，大家就被这则新闻所吸引，所以说我说那我们《西游记》主题乐园，我也可以去趴在那儿啊，开始吃水果，吃关东煮，贵。雪饼扛吃，我那天大概吃了将近30多片雪饼，完我就说了一句不吃了，太干巴了。哎，就这一句话被第三视角的一位游客把我拍下来。吃这太干巴了，怎么吃雪饼？就登上热搜了，就给我了一个名字叫雪饼猴。哦，这样子啊。对，改变了我的命运。会不会很冷呢？趴着的时候。真的是夏天热，冬天冷，很辛苦。你11岁就开始参加比赛了是吧？我11岁开始唱戏的。哦，唱哪个剧种？我是学的是集剧。哦，集剧。但是去了动物园被投喂，这个职业挺奇妙的哦。真的。就好像你也是动物的一份子啊，就是趴着就翻滚啊、耍棒都没有机会给你去表演呢。你不觉得有点委屈吗？当时我的心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一个斗争或者是想法，这是我的工作。你试过最难熬的一天是是哪一天？最难熬就是第一天。我清楚的记得我只露了一个头，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投喂，把这个雪饼给到观众的手里边，观众都不来，都不上前。那个时候，我心里边是挺难受的，哎呀，就是五味杂陈的，我也说不太好。有想过放弃吗？那一天我想过，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能去放弃，因为我觉得 NPC 这个工作，你既然能谈上爱岗敬业，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场景需要做完。你现在还在坚持吗？我坚持，每天都在演。我觉得你说你五味杂陈，我听着时候也五味杂陈。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京剧演员，不容易。然后去从事现在这样的一个岗位，我听着不知道应该是赞赏、应该鼓励，还是感到有点。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的吧。就是我在你雪饼猴红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过你小时候的纪录片。有纪录片呢。因为他小时候他参加那个地方剧的比赛，然后他是连续6期的擂主，对吧？擂主。
哇！你刚红姐姐那个纪录片就出来了，当时我真的掉眼泪了，很心酸，很心疼你吧。我就觉得他这个孩子，他从小的这个家庭状况，可能会塑造他的这个能忍辱的这个力量。他家里状况怎么样？你自己讲讲好不好？行，我在11岁的时候学习戏曲。大概我学了1年多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在我马上要比赛的前10天的时候，他就出车祸去世了。因为戏曲演员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我不可能说，我感觉就像临终的一种托付，把我托付到这个戏班里边，把我托付到给我的师傅，他就走了。就为了我爸，我也要学。无论怎么样，无论我就是残废我也。恭喜擂主卫冕成功！恭喜我们的擂主连续守擂5期。来，你别担心，我男子汉，完成你这个家。奶奶，8年的卧床脑血栓，也走了。我的爷爷，是心脏，长了一个粘液瘤。我就想把这个比赛所有的奖金也好，奖品也好，我想给他卖掉。完了，想把我爷爷的手术给做了，因为我家里边没有，我爸爸没有，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就是家里的齐天大圣，就是家里的孙悟空了。看行了，给你整个人干东西。是男子汉。你觉得什么是男子汉呢？特别刚强的，就是男子汉。就不管遇到什么坎坷，他都会面对。真的有点沉重。对，铁柱，你那一年是12岁。12岁。我那年12岁，完了就算是把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吧。但是，我也在追求我的这个梦想，就是那个时候我说的是做一名会唱戏的一名大学生。完，我又重新回到了学堂，我念了12年的书，我考上了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后来，我又再一次接触戏曲，接触京剧。我认为，我身上如果没有戏曲人这种坚持、不屈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就没有现在的双铁柱。谢谢各位老师，好孩子。其实今天我来到现场，还想感谢一位老师，就是刘涛老师，因为我们在长春的时候遇见过一次。是的，是的，是的。那时候刘涛老师告诉我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优势，或者说你现在有这么大的关注度，《西游记》如果说再要去开拍，你一定要去争取这个角色。所以说，在我心里边一直也埋下了这个小种子。今天要感谢刘涛老师对我的这份鼓励和支持。因为在《西游记》里也是观世音菩萨去渡的美猴王啊，他演过观音。哎呦，就有这个因缘。哎呦，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我们俩的缘分其实挺奇妙的，因为我今年冬天呢刚好长春的冰雪节，然后我去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俩遇到，然后当我们就是在台下，我就开始找他聊天聊着聊着，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马上就要翻拍《西游记》了。你一定要去试镜，然后他就退缩了。他说：“怎么可能？这个机会怎么可能给我？”我说：“你之前受过所有的苦，就是来照亮你明天的路。我认为你就行。”然后我就一个劲的鼓励他。然后我说：“不管这个导演是谁，这个团队是谁，我希望你去展示你自己。”然后后来我说：“如果你要是愿意来无限超越班也行。”我真的来了。对，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来了，那一刹那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感动的。哦，是这样的一个缘分。太好了，太好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那不如你观音点化他一段。对呀，这已经点化他，让他来这儿啊！来吧，你们就表演一段观音五行山下度化悟空。来，悟空
送什么什么的，那就是什么？我被唐僧赶到那个花果山了，我想到您这儿来诉苦来。诉苦啊！即兴观音菩萨即兴表演啊！那您就坐在这儿就行，我直接到那儿坐在这里就行了。哎。菩萨，弟子拜见菩萨。菩萨，那个老和尚又把俺老孙赶出来，就因为我打死个人，可那是个妖怪变的，他不分真假，就把我赶走了。你这泼猴，又来告状了。俺老孙这不有委屈吗？你打死的是个人吗？是条生命。哎呀，菩萨，那他可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就把我给赶走了。他赶走你，是你的宿命。人敌不过天命。那照您这么说，俺老孙那还得回去？去吧，去找你师傅，看看怎么能够弥补，把这条命给还回来。哎呀，你要再在这闹，小心又要念着紧箍咒。菩萨别念，俺老孙走便是了。菩萨，俺老孙告辞。好，演得多好啊！哎呀，太棒了！太好了，完全接住了，完全接住了，完全接住了。好棒，好棒，好棒！哇塞，真的很凶。好笑哦！太好看了，太好看了！真的眼泪都出来了，好感动啊！刘涛，是不是他就是啊？你很好，刘涛老师也特别棒，那个词儿一边想一边说，厉害厉害！哎，老师，你真好。好，言归正传，出一道题。你的考题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现在回到家，你开始卸掉雪饼猴的妆，像往常一样。跟你的家人边视频边卸妆，边聊聊天儿。我开始了。好，开始。好的，领导，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明天能把观众留住，你让那个替补再等我一天，谢谢领导。小孩，你过来，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我自己都不信。喂，妈，咋的了，儿子？没咋的，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打电话看你下不下班呗。哎，我刚下班，领导今天呢
这一顿给我夸呀！凭啥呀？那是我孙悟空演的好嘛！你大儿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身的本领。挣不着钱啊？妈，你就记住，我这不刚刚大学毕业，钱不钱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一次机会。我跟你说个事儿呗，妈。说呀。我呀，争取到一个趴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绝对能火。啥玩意儿啊？在五行山下接受大家投喂，就给吃的，给吃的，趴那儿就给吃了呗。就是大家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哎呀，哭了？没哭，我说怕你惦记我啊。哭啥？刚才耍棒子的时候把眼睛给打一下。哎呀，你就别说这么多了，你就等我好消息吧，到时候你在网上都能看着。我等啥好消息啊？家里不缺钱，你别给自己累着啊。你缺不缺钱那不是你的吗？我给的是我给的。啥玩意儿我的？啥玩意儿哎呀，好了，我我的呀？不跟你说了，挂了吧，妈。爸，你觉得我能演孙悟空吗？我一定行。齐天大圣，孙悟空。哎，好了，不要演了，把我害惨了。哎呦，好想抱抱你。哎，没想到哦，这个。爸，加油！他所有的表演是最真、最诚、最发自内心的，无表演表演。很多演员演也演不出来。郝蕾老师突然间给他打母亲的电话，咋的，儿子？他接母亲的电话的反应，打电话干啥呀？以及遮大家有掩，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瞬间的崩溃，然后挂断母亲的电话的那种痛苦，有节奏，有层次，表演的比较准确，最重要的是真诚。好，谢谢，谢谢啊。首先，王老师的表演的状态，我是觉得是很成熟的一个状态，表演状态，我也有被他感动到。但是
我也有对我自己的自信。好，应凯。好，下一位。哎，来，哦呦，都好帅呀！他怎么这么帅？哎呦，别！我也调侃一下。无限超越班第4季正片，每周6、周日20点20分 VIP 更新上下集 ，SVIP 每周6提前24小时即可观看下集内容。每周6 20点20分上线会员衍生无线电台，解锁一元幕后更多趣事。每周日12点上线无限精华版，一键观看超越班高光时刻，还有更多精彩衍生持续解锁。周中微博花絮、一元 Vlog 等不间断更新，锁定优酷。马上我们请出下一组的学员，我来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哎呦，听说你快要打倒合成了，没有。他是一张影视脸，出租车司机，能演就是帅的，我演不了。来个小考吧，我们谈正当防卫，不去。姐姐，哥，你听我说，你等一下，你现在根本就瞧不起我。我会努力，确认夺冠。跳舞比我的命重要。把跳舞融入到了故事里。不许动，否则我开枪。哎呦，你就靠着真诚打动了我。我觉得你收放自如，演的还可以，这个很真实耶，很真实。能吃苦。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也参与讨论，解锁更多节目名场面与幕后故事，互动即有机会解锁独家惊喜福利。恭喜你成为我们无限超越班第4季的成员。取悦我。是不是很羞耻？这3个字。哇塞，这好奇怪啊！我最佳观赏位，取悦我，演的比我好多。你不知道你的脸在那个大屏里有多帅。那就够了。是在些许的颤抖。你不是些许啊，能看出来的那种是吗？我知道我们湖南人最怕什么？救命啊！好会讲话。